Olá a todos, meu nome é MC. No dia 26 de outubro de 2021 ocorreu a 7ª Cúpula Internacional de Blockchain 2021, realizada em Xangai. O arquiteto-chefe da Nervos, Zhan Xie, fez um discurso de abertura sobre a abstração e a evolução do blockchain. Antes de continuar, devo dizer que este vídeo é legendado, e nas opções de legenda, você pode alterar o tamanho da fonte e a cor dela. Caso você queira ouvir a versão dublada da apresentação, então confira o link desse vídeo na descrição. A seguir vamos ver a apresentação。新的区块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速度或者说吞吐量，而是治理，对吧？就是区块链就是所谓的第二代区块链嘛，新的区块链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就如果大家回顾就是之前的一些想法的话，其实我是不是应该拿掉口罩？其实回顾之前的一些想法的话，其实是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正确的一些思路，因为在几年之前，大家在想要做一个新的区块链的时候，想的是说，如果我解决了区块链的性能问题，是不是就创造出了一个新一代的系统，对吧？就可以打败以太坊，就可以怎么样？但是这几年，就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已经把这个思路给证伪了，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有新的区块链出来，然后他们的性能也确实非常好，但是可能大家还是认为我们依然处于以太坊的时代，我们并没有进入下一个时代，对吧？你并没有感觉到说，当年我们从 Bitcoin 进入到 Ethereum 这个时代，那种感觉是没有的。虽然今天的新的这些区块链已经有很好的性能，几千笔交易每秒可以处理，所以有人说 OK， 那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治理，这个我其实也是同意的。治理确实是现在就是整个区块链行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 open question， 是没有答案的。然后不同的区块链的社区、不同区块链的团队都在探讨怎么样去对这样一个开放性的P2P 的一个自治的项目去做治理，所以治理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说，这不是唯一的问题，所以 and abstraction， 所以抽象也很重要。如果说治理讨论的问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社区能够决定这样一个区块链平台是不是应该做某件事情的话，那么 abstraction 可能会决定，或者说抽象这个区块链的抽象层次可能会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被搬到台面上被治理、被讨论，对吧？就是我们到底可以就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去讨论，说我们该做还是不该做。所以抽象也是，我会认为抽象也是新的区块链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OK， 那么什么是抽象，对吧？这个词本身就很抽象。这是 Wikipedia 上一个解释啊，抽象本身是一个比较技术的一个词。这里有2个解释，我们只要关心第一个。就它的解释是说，所谓抽象是一个过程，对吧？我们把特殊性从一个系统里面去掉，然后从这个系统里面创造出一般性，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创造出普遍性。这是一个一般化的过程。我们通过去掉特殊的一些设计，然后把共性找出来，让这个系统可以变得更加一般化，可以适用于更多的场景。OK， 这个解释可能还是很抽象，但大家只要记住，就是说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说我们要去掉特殊性，我们要把特性给从这个系统里面去掉，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找到更多共性的一般性的东西，把它放到设计里面去，创造一般性。OK， 那么用一个不是那么区块链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就大家可能有玩过这个游戏机，对吧？就是至少我小时候我会在游戏厅里面玩那种大型的我们所谓的街机。那如果你了解这样的机器的话，你就知道每一台机器它其实对应一个游戏。对于街机来说，这个系统设计它是一个从软件到硬件一体的一个设计。我所有的设计都是围绕一个目的服务的，就是这一款游戏。当我们需要去创造另一个新的游戏的时候，我需要另外设计一台新的机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厅里面摆了很多
可能10台、20台机器，每一台机器是一个不同的游戏。但是游戏行业发展到今天，最流行的东西已经不是街机了，是像 Xbox 这样的通用的游戏平台。Xbox 它其实是一个一般化的设计，你可以为 Xbox 设计各种各样的游戏，大家可能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你只要就是购买不同的游戏，就可以在这一个系统上去运行去玩。所以从街机到 Xbox 其实就是一个一般化的过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Xbox 其实是一个抽象层次更高的设计，它可以适用更多的场景，它里面为每一个特定游戏所打造的特殊的东西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正是因为它没有那些特殊的细节，在这个平台上的开发者才能够去填补那些细节，才能够让这个平台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需求。那么当我们去考察就是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对吧？我们考察 Bitcoin 到 Ethereum 的进化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大家还记得 Bitcoin 的它想要做什么的话，对吧？我们从它的白皮书，从它的标题里面可以看到，它其实一开始的目的是想要实现一个点对点的支付系统，这是一个有非常明确的单一目的的一个系统，所以它的系统设计也是围绕这个目的来做的。然后在以太坊出现之前的时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想要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 Bitcoin 底层的那个技术是非常有价值的，不管你叫它区块链也好，还是叫分布式账本也好。当我们想要用这个技术来做一个另外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能做的只有 fork Bitcoin 的代码，而不是在 Bitcoin 这个平台之上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在以太坊之前，我们看到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方式是不停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区块链的项目。但是以太坊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切。以太坊说我们不需要这么麻烦，我们可以把 Bitcoin 变成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或者说把区块链变成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系统。我们要去找到那些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他们所需要他们的需求的共性，对吧？我们创造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把只为支付服务的一些特殊的设计可以去掉，但是我们要把为各种各样场景应对那些需求的这样的共性的需求找出来，为这样的共性的需求去设计一个平台。所以以太坊有虚拟机，有它的运行环境，然后在以太坊上面我们可以去构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应用，不管是支付当然是包括在内的，也可以有借贷，也可以有游戏。所以从这个方向，就从这个角度去看，从 Bitcoin 到 Ethereum 是一个一般化的过程。换句话说，以太坊其实是一个抽象层次更高的一个系统，就像 Xbox 之于街机一样。OK， 那么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去考察的话，对吧？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说做出一个和现代这一代区块链不一样的区块链的话，下一代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可能不是性能更好，它应该是抽象层次更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系统变得抽象层次更高呢？其实还是要回忆刚才的那个定义嘛，对吧？我们要找到里面的特殊的设计、特殊的细节。如果它不是共性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把它砍掉，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更加一般化的一个设计。OK， 那么在今天的区块链系统里面有哪些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是一些特殊的设计呢？我们找到了几个方面，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首先是这个叫做特定的账户体系设计，特定的账户体系吧。就所谓的账户系统，其实是因为区块链是人和资产交易的一个系统，交互的一个系统，对吧？那么这里面既然有人有用户，你就要为每个用户建立一个账户来代表他，或者说建立一个身份来代表他。那么在账户体系里面有这么几个方面，就账户的标识，怎么去验证这个账户是属于某个人的，然后这个账户的内部的这个数据模型是怎样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区块链系统里面其实都是硬编码，也就是说是由区块链的设计者帮开发者帮用户选定的，你并没有作为用户和开发者，你并没有权利去替换它。比如说以账户里面的验证这一个点来说，对吧？
不管是 Bitcoin 还是 Ethereum， 它都指定说，一旦你想要往这个系统中发一笔请求，构造一个交易，你都必须用一种特定的密码学算法，叫做 SecP256K1 来签名。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设计，你作为用户，作为这个区块链的用户，你是没有办法去更改它的，它是写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但是这样一个强制的设计，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造成了区块链的用户门槛非常高，因为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做出的特定的选择，和我们今天在很多互联网场景里面用到的密码学算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的手机芯片，我们现在每个手机里面都有安全芯片，对吧？用安全芯片来保管私钥是最方便也最安全的。但是安全芯片用的可能是 R1 或者 RSA 的算法，而不是区块链选择的 K1。这个不兼容就导致你必须使用一些像助记词啊这样的技术去重新建立一个账户体系，而不能利用现有的这个账户体系。对，我们现在其他账户体系还有什么？包括 email。对吧？人脸识别、各种生物特征识别，很多，但是这些跟区块链的账户体系是两个体系，它们是不兼容的。这是特定的设计带来的一个障碍。OK。第二个特殊的设计是什么？特殊的密码学算法。比如说，今天我在某一个区块链上，我想要开发一个应用，对吧？我不想用这个平台给我指定的少数的有限这种选择的话，我可以怎么办？你不能怎么办？你啥也做不了。OK。比如说，在以太坊里面有一种叫做 precompile 的东西，它其实是写死在 EVM 虚拟机里面的特定的密码学算法。如果你不想用这些的话，你也许可以用 Solidity 重新实现一个你想要用的算法，但是它的效率非常低，因为 EVM 本身效率非常低。它在实际使用中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其实你也没得选择。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要知道，密码学算法其实是一种标准，不同国家的密码学算法标准是不一样的。美国有美密，中国有国密，对吧？但是区块链的选择，像 SecP2这种，它不是任何一种标准。这意味着说，当区块链的应用想要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的话，它很难去兼容现有的这些标准，这其实是一个区块链 adoption， 就 blockchain adoption， 区块链技术推广的一个障碍，就在我看来。第三个特定的设计是运行时环境，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区块链平台都是支持智能合约的，智能合约需要运行在一个恰当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可能包括虚拟机，可能包括状态模型。然后运行时环境本身也可以分为计算时的运行时，还有验证运行时。就所有这些，就左边这4个选项，其实每个各自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比如说虚拟机，我可以用 EVM， 我也可以用 Wasm， 我也可以用RISC-V 的虚拟机，或者说 JavaScript 虚拟机，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但是每一个区块链系统的设计，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区块链的设计，都是由区块链的设计者帮开发者选定了一个特定的组合，开发者是没有自由去选择不同的选项的。这个其实会给开发者带来一个门槛，他为了进入区块链的体系，可能需要去学习一套完全不同于他今天的工作里面用到的东西，所以这个限制也很大，在我们看来。当然，不光是对开发者的这个有这个学习成本，对于区块链的性能，其实各个方面、安全性方面都是有影响的。这里我就不展开了。总而言之，就是说，区块链系统设计者给你做了选择，你只要用这个区块链的系统，你就不能再做其他的选择。OK， 所以这三个方面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在区块链在抽象层次上面比较大的问题。OK。所以我们也希望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的方式，其实也就说起来也很简单。既然找到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去对账户做抽象，我们要对密码学做抽象，我们要对运行时做抽象，给更多的选择给用户，给更多的选择给开发者。OK，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在 Novus 在账户抽象这一层，
得益于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就数据模型吧，状态模型叫 Cell Model。这细节我也不展开了。那么有了账户抽象之后，能够实现的效果是什么呢？能够实现的是说，在抽象账户上面的一个应用，其实可以被不同地方的用户用到。比如说你是通常的互联网用户，你只有一个 email，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样一个区块链上的应用，你不需要下载一个新的钱包入口，你不需要去设置你的私钥、记助记词，你直接用你的 email 做账户就好了，对吧？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利用手机芯片的利用手机的安全芯片，安全方便的帮你建立一个账户。如果你的手机芯片跟这个人脸识别是关联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人脸识别来控制你的账户。整个过程中你不需要去学习区块链的特殊的东西，你只要用你现有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一点在 Novos 上已经有不少应用在做了，比如说像 Unipass 这样的应用，它就是一个基于 email 的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账户系统。然后还有像 DAS 这样的应用，也是利用抽象账户的特性，使得不管是互联网的用户，还是像以太坊的用户、EOS 的用户，都可以直接操作它的应用，而不是说只有 Novos 的用户可以操作这个应用。这个是账户的抽象性带来的我们所说的互操作性。OK， 那么如何去做密码学的抽象呢？密码学的抽象，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很核心的点是说，需要有一个非常高效的虚拟机才行。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高效的虚拟机，叫 CKB-VM， 它采用的是一个开放指令集 RISC-V， 然后也是得益于 RISC-V 这样一个指令集，它可以允许开发者用 C 和 Rust 来实现密码学算法。那么这样的好处不仅仅是说它非常高效，还有一个好处是说，很多成熟的密码学算法的实现可以直接被搬到这样一个区块链上来运行，可以被搬到 Novos 上来运行。大家知道，就是密码学算法的实现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是新去实现一个密码学算法的话，其实很容易出错。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密码学算法的实现是不是安全的？其实唯一的一个最好的检验标准，就是它的成熟度、它的使用时间，使用的人越多，使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安全。能够直接移植 C 和 Rust 做的密码学实现的好处是说，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实现一套，不像比如说，如果我用 Solidity 重新实现一套的话，先抛开效率问题不谈，它的安全性都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它是新做的一个实现，里面可能有 bug， 这个是需要时间去校正的。所以通过一个高性能的 VM， 通过一个支持 C 和 Rust 的 VM， 我们可以高效的去复用现在大部分的密码学算法。因为现有的大部分的密码学算法就是用 C 和 Rust 去实现。OK， 最后是一个运行时的这个抽象怎么去做呢？这就更复杂了，我就不详细解释了。但是我们想要实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不是被迫去使用某一种语言做开发，而是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或者说是你日常就已经很熟悉的语言，对吧？无论是 JavaScript。还是 Ruby， 还是 Rust， 还是 C， 你都可以用它来做开发。而且你在写智能合约的时候呢，这个智能合约的内部的内存布局、数据布局也不是谁帮你规定的，而是你可以有很灵活的选择。这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我们想说的是说 ，Novos 其实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去改进区块链的，在技术上去改进区块链。我们想要创造的，可能不是一个速度更快的区块链，而是一个抽象层次更高的区块链。但是当你抽象层次能够做到更高之后，你能够做的事情会更多，性能也好，吞吐量也好，会是抽象层次变高带来的副作用。因为当你抽象层次更高之后，其实你会把更多的事情移到链外，或者说如今天上午 Vitalik 所说，对吧？移到 Layer 2去做。这样一个 Layer 1与 Layer 2的分离，或者说计算与验证的分离，
我们认为是抽象层次变化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是说抽象层次的变化，而不是直接去追求性能的变化。然后如果要回到一个比喻的话，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从 Xbox 变成了 PC， 对吧 ？Xbox 虽然是一个一般化的通用的平台，但是其实它还是给了你很多限制，你可以给它做不同的游戏，但是你不能改它的硬件。PC 把这个限制也去掉了，它在硬件层也做了更加一般化的处理。PC 允许你换显卡、换 CPU、换硬盘、换内存、换主板，所以 PC 其实是一个更加一般化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讲 ，PC 是一个抽象层次更高的一个系统，比 Xbox， 它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它能够满足用户更多的需求，它能够给开发者带来更多的方便。OK， 所以如果大家对 Novos 有更多兴趣的话，可以访问 Novos 的官网。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非常谢谢谢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啊！谢先生呢供职于 Novos Network， 供职于架构师这个岗位。刚刚呢也和我们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了我们在技术的这个更新演进和变革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去感性的认识究竟技术在哪一个方面有了一个升级，也让我们对于技术目前所行进到的这样一个阶段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